好的，兄弟們，荷蘭隊主教練羅納德·科曼，這位過去綠茵場上的屠夫重炮手，他的冷知識說科曼是屠夫，您還真不要以為是外號，從他的祖父開始就一直經營着自己的肉鋪。後來科曼的伯父也在各地開設肉鋪，不僅如此，連羅納德·科曼的母親瑪利亞·波斯特，他的家族同樣世世代代都以屠宰為業。所以您再看科曼，是不是有點鎮關西的感覺？這種真正的肉食者屠夫家族的背景，不僅給了科曼壯實的骨架，而且性格強硬，甚至有些偏執。科曼的父親馬丁·科曼也是從小就承接了這個血脈，年輕的時候最早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肉鋪裡當學徒工，但是他父親健壯的身軀、出色的防守天賦，注定無法被禁锢在砍肉刀的旁邊。馬丁·科曼後來成長為一個優秀的中後衛，他為各支球隊效力過，特別是格羅寧根的前身 GVAV 隊，在這裡他出場超過了500次。1964年還代表荷蘭國家隊出戰過一次。不過他僅僅是一位半職業球員，平時依然在格羅寧根當地的一家肉鋪兼職工作，補貼家用。科曼和他的哥哥在格羅寧根長大，但童年時代兩兄弟最向往的就是坐着父親的舊車回到贊丹探望外婆，因為外婆最擅長的就是用真正的黄油煎烤牛排，而且爐子裡總是慢火炖煮了一整天的炖牛肉，那个味道是科曼从小忘不掉最金色的童年回憶。在格罗宁根，科曼跟他的哥哥的生活完全被足球填满，他的卧室墙壁上貼滿了內斯肯斯、克魯伊夫和貝肯鮑爾的海報。羅納德·科曼經常和其他的小孩一起，每當阿賈克斯或者費耶諾德這些豪門球隊造訪格羅寧根的時候，就在更衣室門外苦苦守候，就想得到克魯伊夫一個親筆簽名。有趣的是，他們的父親馬丁在結束了職業生涯之後，擔任了格羅寧根的主教練，還親自執教兩兄弟所在的 C1 的青年隊。馬丁是一個典型的英式足球的崇拜者，他發明了一種想要壓榨人體極限的精準度和力量的循環訓練法。兩兄弟必須用腳背不停地擊打足球，練習在不同距離下的射門和傳球。訓練從最初的5米開始，然後隨着精準度的提升，一步一步，直到距離球門40米開外。就這樣日復一日，近乎是機械化的用腳背擊球的訓練。所以後來科曼名震天下的科曼重炮就是從這裡練出來的。他後來在職業巔峰期轟出的任意球，時速可以達到122到123公里每小時。1980年，17歲183天的科曼開始在格羅寧根的一線隊登場。他是俱樂部歷史上第3年輕的出場球員，而且在對陣阿賈克斯的比賽，17歲的科曼直接在防守端斷下了當時足壇教父克魯伊夫的腳下球，隨後一路持球推進，用一腳精妙的長傳撕開防線，幫助隊友還制造了一粒點球。而且更令人震驚的是，這個只有17歲的少年主動走向點球點，就在克魯伊夫的注視下，冷靜地將球送入網窩。朋友們，老 K 最喜歡做的就是足球紀錄片，大家都知道的事兒講了沒意思。我建議您可以看看播放列表啊，過去做的所有的足球紀錄片，每一個裡面豐富的冷知識，絕對適合您上班開車的路上看，回家下班的路上看，還有中午晚上吃飯的時候聽一聽，睡覺前也可以聽一聽，陪着您入眠。居家旅行最好的伴侶，所以謝謝您的點讚、熱推、分享和評論。有什麼建議，不妨直接告訴老 K。好，咱們繼續。而作為一名防守型中場，他竟然在3個賽季轟入了33粒進球，這個進球效率實在驚人，立刻震驚了整個荷蘭足壇。於是1983年就順利的轉投阿賈克斯俱樂部。在這裡，主教練克魯伊夫做出了一個改變足球歷史的決定，他將科曼從防守型中場的位置徹底後撤，安排在清道夫的位置上，也給予他極大的向前推進和自由組織出球的權利。但是科曼的性格中從來都充滿了叛逆，充滿了野心。3年後，他做出了一個讓阿賈克斯球迷極為憤怒的決定，直接轉會到死敵埃因霍溫。在這裡，在傳奇教練希丁克的麾下，他迎來了自己第一個黃金巔峰，帶着埃因霍溫連續3年稱霸荷甲聯賽冠軍。1987到88賽季，他作為中後衛竟然進了21個球，率領球隊在斯圖加特的歐冠決賽點球擊敗本菲卡，加冕了歷史性的3冠王，並且連續2年榮膺荷蘭足球先生。1989年，克魯伊夫在巴塞羅那發出召喚，科曼以當時創紀錄的身價加盟，成為克魯伊夫夢之隊的艦隊基石。也就在諾坎普的6年，他確立了自己世界級的超級巨星地位。
尤其是92年歐冠決賽加時賽第112分鐘，在溫布利大球場，巴塞羅那獲得一個任意球，科曼用他標誌性的平地起驚雷，一腳重炮轟開了桑普多利亞的大門。這也是巴塞羅那俱樂部歷史上第一座歐冠獎杯。1995年，科曼回到荷蘭，又加盟了菲耶諾德，所以他成為了荷蘭足球歷史上極少數效力過荷甲3巨頭，而且都留下了深刻烙印的傳奇巨星。在他的國家隊生涯，最有意思的是，他跟自己的哥哥埃爾文·科曼在同一天完成了荷蘭國家队的处子秀，也是荷蘭足球歷史上第3隊同場競技的国腳。當時在米歇爾斯的麾下，科曼兄弟是絕對主力，共同經歷了1988年西德歐洲杯的輝煌。羅納德·科曼是防線上的鐵閘，也是進攻的發起點。埃爾文·科曼是左中場，兩個人相輔相成，默契无間。決賽中，他們2-0擊敗了蘇聯，也是荷蘭國家歷史上唯一一座大賽的冠軍獎杯。科曼兄弟也成為了歐洲杯歷史上第1對同時奪冠的親兄弟。但是更有意思的是，這兩兄弟的母親瑪利亞一生最大的心願是想看到自己的2個兒子能夠並肩站在國家隊的教練席上指揮荷蘭軍團。後來科曼的哥哥曾經回憶說，我們的母親總是對我們說，如果你們2個人能一起執教荷蘭國家隊，那該有多棒啊。嘿嘿，所以23年當羅納德·科曼接過荷蘭國家队教鞭的時候，毫不猶豫邀請哥哥埃爾文擔任自己的第1助理教練。這不僅是戰術上的信任，也是兩兄弟對母親、對整個家族做出的最深情的告白。24年歐洲杯期間，當時科曼媽媽年事已高，但也前往了現場，親自見證了自己2個兒子在教練席上並肩作戰，指揮荷蘭隊擊敗波蘭。那麼科曼的職業生涯始終和歐洲足壇最有權勢、最有個性的巨頭們之間產生各種各樣的博弈。特別有意思的是他跟克魯伊夫的故事。克魯伊夫對他而言既是恩師，也是一個讓人又愛又恨的很強勢的鄰居。在巴塞羅那的時候，科曼一家和克魯伊夫一家一起居住在巴薩的高檔住宅區佩德拉爾貝斯，而且2家的大門緊挨，是真正的鄰居。可是呀，克魯伊夫控制欲極強，任何話題他都想要佔據絕對主導地位，是個超級偏執狂。科曼曾經分享過一個故事，有一天他回到家，發現自己的鄰居克魯伊夫正待在他的廚房裡，對着科曼的妻子和克魯伊夫自己的妻子在那裡大談特談冰箱的運行原理。2個女人壓根就插不進一個字兒，也聽不進去一個字兒，只能聽着克魯伊夫在那裡滔滔不絕。所以這種又霸道又有些生活情趣的方式，就是克魯伊夫和科曼相處的關係的縮影。在球場上，克魯伊夫給予了科曼無限的戰術自由，但是在生活中他卻無孔不入，想去指點科曼的一切。而另一位荷蘭教父范加爾和科曼的故事後來演變成徹底的冰冷和決裂。當時科曼是1線隊主教練，范加爾是技術總監，重返俱樂部，但他的到来讓科曼感到自己的主教練權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侵犯和侮辱。科曼後來回憶過，詳細地披露了那段讓他極其痛苦的每周一例會。他說，當我走進辦公室的時候，范加爾已經準備好了一本頂級教練手冊，裡面有他排出的陣容和做的設計。我們就此展開討論，儘管在許多觀點上達成了一致，但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他正在試圖插手我的主教練工作，想坐上我的椅子。在04到05賽季開始以前，阿賈克斯在英格蘭舉行了訓練營，路易斯·范加爾走向我，宣布他要對我的工作表現進行評估。我當即就回應，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讀過我的合同，但那上面確實寫着我只需要向總經理負責。從那一刻起，我們之間爆發了一場真正的戰爭。2個人最激烈的衝突發生在2004年的阿賈克斯。後來這場權力鬥爭的余波直接震碎了阿賈克斯更衣室。在2004年夏季轉會窗的最後關頭，主力神鋒伊布拉希莫維奇突然決意要加盟尤文图斯，而促成這一轉會最致命的原因，正是技術總監范加爾私下非常粗暴地告訴伊布，他在阿賈克斯的體系裡只是個備胎，只配在歐戰裡面出場。這種極不專業的越權干涉徹底破壞了科曼的戰術藍圖。最終在阿賈克斯商業聯合會的年會上，范加爾在演講中公開宣稱，在當下的阿賈克斯已經不存在什麼所謂的阿賈克斯哲學了。這個言論成了最後的導火索。在科曼看來，這無異於公開的羞辱，公開的背叛。科曼的原話是，這對我來說是一記極其卑鄙的插在我後背上的匕首。
在那一刻，我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我無法再與這個虛偽的人共事。後來不久後，范加爾在鬥爭中被迫辭職，但科曼也在幾個月後遞交了辭呈。接下來，在巴塞羅那時期的科曼，他成為了巴薩主席拉波爾塔權力重組遊戲中的政治犧牲品。由於科曼是前任的主席巴托梅烏任命的，2021年拉波爾塔重新當選巴薩主席以後，就自始至終從來沒有將科曼視作自己人。21年夏天，拉波爾塔和科曼的經紀人羅伯·楊森進行了一場堪稱現代職業足球歷史上最虛偽、最無情的談判。拉波爾塔竟然厚顏無恥地對科曼表示，自己需要2到3周的時間來尋找新的主教練人選，如果實在找不到，科曼才能繼續留任。於是科曼對他說，你可以直接講我不夠優秀，所以我不能執教這支球隊，這樣我們就可以結束這段糾纏了。如果你不要我，那就直接解決掉它，動手吧。但不要用那種我要出去尋找其他的選項，用這種話讓我留在一片焦慮的未知和不確定當中。雖然後來科曼在輿論和部分高層理智成員的支持下暫時留任，但這層虛偽的溫情脈脈的面紗已經徹底撕碎了。他的經紀人羅伯·楊森痛斥道，這是一個完全基於感性、毫無事實依據的瘋狂的決定。拉波爾塔隨後卻在媒體的鏡頭前摟着科曼，宣稱他們是親密無間的朋友，會一起繼續奮鬥。嚯，這就是高級職業體育運動中最令人作嘔的虛偽。後來的科曼在被解雇以後，面對荷蘭媒體，更是毫無保留揭露了拉波爾塔的政客嘴臉。他原話是，拉波爾塔曾經私底下對我說過1000遍，說他絕對不會任命哈維擔任巴薩主帥，因為哈維根本沒有足夠的一線隊執教經驗。但最終他還是這麼做了，因為他當時在俱樂部的一片混亂中，迫切需要一個盾牌，一個可以保護他，讓他在風暴中可以躲在後面苟延殘喘的政治的掩體。哈哈，所以無論你什麼強人，在咱們科曼屠夫的眼裡，咱倆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不要來那些虛偽的。這裡再說個冷知識，1988年當時西德歐洲杯半決賽，荷蘭隊在漢堡的人民公園體育場2-1逆轉，絕殺了東道主西德隊。這也報了2支國家隊過去的夙願，報了1974年世界杯決賽落敗的家國之仇。賽後，科曼極度亢奮，他和德國中場圖恩交換了球衣，但是就在路過看台上荷蘭隊的狂熱球迷區的時候，他在眾目睽睽之下，竟然將圖恩的10號德國國家隊隊服塞進了短褲的襠部，做出了極其粗俗，在雙腿間來回拉扯、擦屁股的挑釁的動作。用這種方式來宣洩自己對德國人的鄙視，可這個動作通過電視轉播畫面，瞬間引爆了整個德國的怒火，險些釀成巨大的外交風波，也將荷蘭與德國2個國家的夙願推向了歷史最頂峰。一直到36年後，24年歐洲杯前，已經是步入花甲之年的科曼，才在接受德國體育圖片報的採訪的時候，正式表達了遲到36年的懺悔。他說，那是我一生中犯下的一個巨大錯誤，我的行為極其糟糕，我在這裡向所有人深表歉意，但那已經過去很久了，我不想再多說什麼。而被羞辱的當事人奧拉夫·托恩倒是極其大度，托恩對於那之後在場上發生的事兒，也是第2天才在報紙上看到的，但當時他已經冷靜下來。托恩回憶道，科曼自己知道在那件事上他犯了錯，不過相比於他從身後一腳踢斷了我的跟腱，我顯然更能輕鬆地容忍這樣的惡作劇，因為踢斷跟腱可比那糟糕的多了。哈哈，所以那就是80年代、90年代真實的足球，非常的原始，但也非常的充滿了男人的荷爾蒙的血腥。科曼當然沒有踢斷過托恩的跟腱，但在那個年代，像范巴斯滕這類的悲劇是屢屢上演，所以強人和強人之間很多時候都是衝突，反而和睦總是暫時的。老 K 再說一段科曼在瓦倫西亞和华金和卡尼薩雷斯之間的恩怨，這也是瓦倫西亞當年有名的血腥內戰。07年底，他入主了梅斯塔利亞球場，正式執教西甲豪強瓦倫西亞。他一上任就對俱樂部的本土元老院發出了清洗。12月，在一個毫無徵兆的清晨，他直接將功勳的門神卡尼薩雷斯、隊長阿爾貝爾達還有邊鋒安古洛驅逐出了一線隊。卡尼薩雷斯後來痛苦地回憶道，科曼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恰好是自己生日的當天。他把我叫過去，冷冰冰地說，我以後會信任其他人，僅此而已。他建議我立刻去找我的經紀人談合同買斷和解約。
他甚至不想給我任何多餘的戰術解釋，也完全沒有和我討論的興趣。而那一天被剝奪了隊長袖標的阿爾貝爾達，在新聞發布會上當場失聲痛哭。科曼告訴我，他在球場上和更衣室裡都完全不信任我的領導力。我反問他，你才來到瓦倫西亞20天，你根本不了解我啊！這完全是一場公開的對我的職業球員人格的踐踏和侮辱。於是就是這場粗暴的清洗，直接導致瓦倫西亞更衣室徹底嘩變，球隊的戰績雪崩一樣的下滑。當時瓦倫西亞的明星邊鋒華金和科曼爆發了極其惡劣的輿論戰。在科曼被狼狽的解雇以後，他曾經惡毒地評價華金。華金是一個俱樂部花了2500萬歐元買來的球員，但在我看來，他的表現連25歐元都不值。而華金也在西班牙媒體公開反擊，直接戳到科曼在西班牙執教期間喜歡酗酒。他諷刺道，科曼在瓦倫西亞執教期間唯一關心的就是他在晚宴上有沒有喝夠紅酒。哈哈，後來當科曼執教巴塞羅那，指責大巴黎公開的談論要引進梅西，這是不尊重人的行為。這件事情卻引來了法甲里昂隊的主帥魯迪加西亞的冷嘲熱諷。加西亞當場就嘲笑科曼，當年你對我們里昂队的核心德佩的追求也是一樣的呀，這是你的雙重標準呀，這就叫做灑水車反被水淋。科曼他自己此前在轉會窗口瘋狂的招募德佩的時候，可從來沒有掩飾過什麼。OK， 在巴塞羅那執教的時候，2020年夏天，面對當時慘敗給拜仁慕尼黑之後的危機，科曼再次充當了高層的鐵腕的清道夫。他將清洗的槍口對準了俱樂部歷史第3射手梅西的至交好友路易斯·蘇亞雷斯。而且令人震驚的是，他甚至沒有選擇和蘇亞雷斯進行面對面的交談，僅僅是通了一個電話，在40秒到60秒鐘的時間裡，單方面通知蘇亞雷斯，他的巴薩生涯已經結束了。這種極具侮辱性的冷酷的宣判徹底激怒了蘇亞雷斯。21年10月，在萬達大都會球場，代表馬競出場的蘇亞雷斯在對陣巴塞羅那進球以後，特意跑向看台下，將右手放到耳邊，做出了一個極為顯眼的打電話的手勢。賽後他直言不諱道，那個手勢就是送給科曼的。當年他用一通不到1分鐘的電話把我趕走，讓我獨自在訓練場邊緣像個局外人一樣去撿球。這通電話的代價，他現在必須親自償還。所以這就是過去老派的價值觀，不虛偽，但有時候也特別殘忍。老 K 推薦大家去看過去布拉德·皮特一部經典的體育電影《點球成金》。在裡面他闡述了作為俱樂部的掌舵者為什麼不能和球員成為朋友。因為職業體育 business is business， 當你做出了要交換球員、要出售球員的決定的時候，你只需要直截了當地告訴他，球員們都是職業球員，他們會接受這一切的。但如果你們場下像朋友一樣建立了深厚的友情，那做這些決定的時候會讓他感覺被自己的至交好友背叛了，這反而不夠職業性，對球員自己和俱樂部都有害。所以競技極為的殘酷，而像蘇亞雷斯這樣的南美人，他可能就不接受這個。另外，在现在荷蘭國家隊主教練的位置上，科曼對待年輕一代球員的職業選擇，同樣也展現出毫無妥協餘地的老派價值觀。24年，26歲的荷蘭國家隊主力邊鋒貝爾溫，以2100萬歐元的身價從阿賈克斯轉會加盟了沙特聯賽的基達聯合。在得知這個消息以後，科曼沒有和貝爾溫進行任何事先的溝通，直接在國家隊新聞發布會上對這位正值當打之年的球星判處了國腳生涯的死刑。科曼在電視直播鏡頭前公開處決，他說，貝爾溫去沙特的決定標誌着他國家隊生涯的大門正式關閉。當你在26歲的時候，你最核心的追求應該是競技體育層面的抱負，而不是金錢。他做出了他的選擇，如果他在做決定前問問我，他就会知道我的答案。在我個人的職業生涯中，我從未遇到過這種財務的誘惑，因為當時我可以去巴塞羅那，而貝爾溫本可以留在阿賈克斯，阿賈克斯給的薪水已經足夠高了。我無法尊重一個在26歲就放棄體育的抱負去淘金的決定。後來的貝爾溫也感到極其憤怒，他隨即宣布和科曼徹底決裂。貝爾溫說，我居然必須通過電視新聞才能知道自己被國家隊開除了。我在國家隊與他共度過許多美好的時光，但他這一次的行為讓我徹底看清了他。我一直是代表荷蘭出戰為至高無上的榮耀，但在科曼這位主教練手下，
我再也不會為荷蘭隊踢任何一場比賽，他已經失去了我的尊重。目前貝爾溫依然效力在吉大聯合，他的合同27年到期，本賽季他的表現依然穩定。好，這裡再說一個有趣的事兒。2016年底，當時科曼入主了英超的埃弗頓隊。我們都知道埃弗頓的死敵是他們的德比對手利物浦。當年12月初，為了慶祝即將到來的聖誕節，科曼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了一張自家聖誕樹的照片。但是埃弗頓的狂熱球迷們卻看到聖誕樹上掛滿了紅色的彩球，紅色的配飾，而紅色正是利物浦的主色調。於是成百上千的球迷在評論區怒斥他是紅軍的暗哨，怒斥他是紅軍的間諜。科曼隨後在接受採訪的時候，非常幽默地展現了他的暴脾气，順便將鍋甩給了妻子。他說：“是的，這確實是我妻子的重大失誤，我已經給她施加了壓力。好吧，我一方面非常理解那些狂熱的藍色球迷，我當然是他們的球隊主帥，我全身心奉獻給藍色。但這其實挺滑稽的，大家也別太當真，總不能因為我偶爾喝一杯紅葡萄酒，就代表我不是一個純粹的埃弗頓藍色支持者了吧？”但是隨後為了平息風波，他還是無奈地重新布置了聖誕樹，換成了代表埃弗頓的白色藍色球，還在社交媒體上重新发布，並且配文道：“現在的顏色好點了嗎？”對了，跟新球迷們也科普一下，科曼踢球的時候，他踢的是一種極其罕見，可以跨越半個球場的超遠距離精準的長傳。為什麼叫重炮手？重炮手，他的定位球和射門完全達到了過去羅伯特·卡洛斯才有的級別。他的任意球是力量和弧線的完美結合，既可以轟出那種越過人牆的暴力落葉球，也經常在死角打進那種極具欺騙性的直線地滾球。而尤其是踢點球的时候，科曼的大心臟堅定又冷酷，他的點球力量極大，每次都像要把門将的腦袋都打爆一樣，誰敢撲啊？後來成為了主教練，他也是將這種追求極致、絕不妥協的精神帶到了更衣室和訓練場。他曾經評價過梅西在訓練場展現出的狂熱，他認為真正的超級巨星不應該在訓練中有一絲一毫的懈怠。科曼的原話是：“當我們進行射門訓練的時候，有些球員會開始踢一些輕鬆的球，甚至在場上嬉鬧。但在梅西那裡，一切都是啊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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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無花哨，一切都是功能性的。而且梅西永遠想贏下一切。我們每次訓練前都會玩搶圈，如果球傳了20次，中間搶球的人就得多搶一輪。我曾經問過梅西，在他所有的搶圈經歷中，自己有沒有這樣被處罰過一次？他說有，只有一次。所以在梅西這麼多年的生涯裡，他確實是一個暴君。所以大家也能看出來，科曼最欣賞的是什麼樣的性格？這種極其硬朗的精神內核植根在他的足球哲學中。但有趣的是，他2兄弟天生就截然不同的性格。哥哥埃尔文溫和內斂，極其敏感；弟弟羅納德·科曼性格強硬，自信到了有些固執的地步。1982年，阿爾文在一次採訪中半開玩笑地說：“我很關心我身邊的人，但是羅納德則會讓他們個人管個人的吧，直接丟下就不管。”對哥哥這句話，羅納德也曾經反擊道：“如果是自己在埃因霍溫遇到那種粗暴的挑釁，他絕對會在球場上用手肘和鋼釘狠狠地還擊，絕不忍氣吞聲。”他這是在諷刺自己的哥哥在球場上容易被侵略性的對手受到心理的壓制。不過除了強硬之外，在鐵漢背後也有柔情。科曼浪漫的愛情開始於格羅林根，在上世紀80年代初，他還只是個足球的新星，在當地一家理髮店偶然遇到了在自己母親理髮鋪當學徒的漂亮姑娘巴蒂娜·德·魯伊特，於是不折不扣的一見鍾情發生了。金髮碧眼的羅納德·科曼立刻對溫柔的姑娘展開了熱情的追求。1985年，他們正式步入婚姻殿堂，開啟了至今長達近40年不離不棄的旅程。在科曼女兒德比的眼中，這個在外面不苟言笑甚至有些暴虐的鐵血教練，在家裡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暖男。女兒說，爸爸在家裡完全是另外一個人，他是那種真正的粘人的爸爸，特別喜歡擁抱，特別喜歡親吻我們。不管他作為球員或者教練的工作有多忙，每天早晨他都堅持開車送我們去學校，而且每天晚上都必須要和我們坐在一起吃晚餐。他是個極其愛家、極其溫柔的男人。可不幸的是，過去的10多年，
他的妻子遭遇了死神的反覆糾纏。2010年，巴蒂娜被確診患有乳腺癌，經歷了極其漫長的手術、化療、放療。在妻子最痛苦、最絕望的化療期間，科曼展現出驚人的擔當。他推掉了大量不必要的應酬，親自接管了一切的家務，在廚房裡開發出了自己作為廚藝大師的潛能。當巴蒂娜的癌症第3次復發，擴散轉移到了肝臟，生命面臨嚴重的威脅。為了陪伴妻子度過最危險的時候，25年10月荷蘭國家隊國際比賽日期間，主教練科曼甚至向國家隊請假，臨時離開了訓練營，只為了在醫院裡能夠緊緊地握住妻子的手。面對反復復發，已經轉為慢性而且擴散的晚期癌症，巴蒂娜展現出了與科曼家族如出一轍的堅韌和鬥志。妻子堅決反對任何人在他面前展現出同情，展現出沮喪。妻子說：“我依然不想離開這個世界，只要我還在這兒，我就想要真切地感受到自己還活着。我絕對不當一個整天躺在床上自怨自艾的專業的病人。我討厭任何人在我面前表現得像個愛抱怨的人。我熱愛我的生活，我的孩子們，我的孫子們，還有我的丈夫。只要我的身體還在抗爭，我就絕對不會放棄。”妻子甚至對即將帶領荷蘭隊出征世界杯的丈夫羅納德·科曼送上了深情的寄語。他說：“這可能是我丈夫教練生涯的最後一個宏大的章節了。我希望他能帶隊打出一屆偉大的世界杯。因為我目前的身體狀況，我可能無法陪他去現場，但我會在巴塞羅那的家裡面，在電視機前為他拼盡全力的歡呼。等到一切結束的時候，我們會有大把的時間待在一起，去享受那些只屬於我們2個人的旅行。羅納德·科曼就是我生命中唯一的那塊磐石。”目前，他的妻子巴爾蒂娜癌症依然沒有痊癒，仍然每周需要接受1次化療，所以無法前往美洲觀看今年的世界杯。他在2010年首次確診之後，雖然一度治癒，但在2018年、23年、24年多次復發。科曼也曾經痛心地透露，妻子的癌細胞目前屬於慢性轉移性的乳腺癌，無法完全根治，只能依靠長期的醫療手段抑制病情。而在過去這段時間裡，科曼自己也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在6年前，當時他和騎自行車的好友進行了一次長途騎行，回到家中以後，因為當天逆風極大，而且中途還迷路過，科曼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憊，即使沖了熱水澡也毫無緩解，胸口開始極其強烈的壓迫性的劇痛，還伴隨着大汗淋漓。妻子巴蒂娜果斷撥打了112，用最快的速度將他送往了阿姆斯特丹大學醫學中心。醫生診斷為急性的心肌梗塞，中部的冠狀動脈已經徹底堵塞，立刻進行了緊急的心臟支架手術。這樣科曼才奇蹟般地保住了性命。不過這個鐵人僅僅在心臟手術4周以後，再次跨上公路自行車，迎着運河的風繼續騎行。科曼說：“我一點都不害怕，相反，我知道問題已經被醫生徹底解決了。這讓我的大腦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輕鬆。我的哥哥埃爾文也經歷過開胸的心臟大手術，但他也是在極短的時間裡就重新騎上了自行車。現在除了每天必須按時服用的幾片藥物，我幾乎已經忘記了自己曾經是一個在死亡邊緣走過一圈的心臟病人。所以這就是科曼的故事。從小他就很強硬。小時候，他和哥哥的青訓教練去到科曼家裡，希望說服這2兄弟加入更有訓練體系的 GRC。哥哥埃爾文呢，一開始不想去，因為更喜歡和朋友們一起隨便踢踢，這樣可以常常大比分贏球嘛。但弟弟羅納德·科曼有更強的事業心，反而更想去更有野心的 GRC 俱樂部。但這時候父親馬丁給出的原則很硬，要就2個都去，或者2個就都不去。最後是羅納德推動了哥哥的轉變。按照青訓教練的說法，哥哥埃爾文在早期天賦更突出，羅納德·科曼那時候身體也不算好，但他們的父親早就有了判斷，羅納德·科曼最終會走得更遠。知子莫若父。所以朋友們，無論您做什麼事情，就像金庸先生寫郭靖和楊康一樣，最重要的絕不是天賦，而是你對自己從事的事情的熱愛、野心、堅持和不屈不撓。世界為何是陰陽協調？為何有女人又有男人？老 K 總覺得有時候老派的那種價值觀和強硬，同樣也是這個世界赤橙黃綠青藍紫圖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好的，老 K 所以最喜歡講這些球星幕後的故事。每一個人在場上只是球員，但到了場下，
他們都是別人驕傲的兒子，別人家裡的男朋友、老公，他們也只是普普通通的人，甚至是普普通通的父親、爺爺。所以希望您动动小手指，點讚、熱推、分享和評論，感謝。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